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技术战争中，军事技术被推到了全新的水平。在航空领域，以活塞发动机飞机开始，然后以世界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服役结束，突飞猛进的技术为战争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得战争愈演愈烈，一度难以控制。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飞机，比如在二战爆发之后就大杀四方的德国空军 Bf-109 战斗机，它的服役让德国空军拥有了一种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但随着世界大国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德国的潜在对手正在研制或者装备了至少2款新型战机，这让只有一种主力战机的德国空军对在未来战争中能否保持优势心存疑虑。为此，德国空军提出了一个与 Bf-109 战斗机配合作战的新型战斗机设计方案。1938年初，接到研制任务的福克沃尔夫飞机制造厂立即组织人员开始新飞机的研发。经过1年多的努力，1939年春，绰号百舌鸟的 FW-190 原型机完成组装，并于同年6月1日进行了首次试飞。在经过大大小小50多项改进后，百舌鸟于1941年6月开始大规模批量生产，并列装德国空军部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军这款在二战中后期性能超群的主战战机 FW-190 百舌鸟。FW-190 是一种全金属构造的悬臂上反下单翼白昼用战斗机，在诸多德国战斗机中独树一帜地选用了一台14缸的新型空冷活塞发动机，因此机头显得有些粗壮，而机尾十分尖细。机身背部拱起部分是个透明的滑动开启座舱盖，其后方机身脊背向下倾斜，向下向后视界良好，电动收放后3点起落架，着地稳定，主轮柱向前向内倾斜，构成了 FW-190 的一些外观特征。该机机长 10.19 米，翼展 10.5 米，高度 3.36 米，机翼面积 18.3 平方米，最大起飞重量4300千克，最大速度760千米每小时，使用升限12500米，最大航程837千米。FW-190 战斗机最初设计的发动机为一台 BMW-139 型18缸双排新型气冷发动机，虽然其仍然影响飞行员在座舱中的视界，但额定功率可达1550马力，比当时的直列式发动机高出1/4，并且耐战伤能力更强。发动机冷却空气进气口被设计在发动机罩内，并采用一个特殊的涵道式螺旋桨桨骨整流罩覆盖，这既增大了冷却空气流量，又减小了空气阻力，因此解决了发动机功率带来的冷却系统问题。然而在第一次试飞后，其冷却系统还是出现了问题。为了增大冷却空气流量， FW-190 又在发动机罩附近发动机前方加装了由螺旋桨轴驱动的10叶风扇。涵道式螺旋桨整流罩被传统的整流罩取代，只覆盖了金属螺旋桨的桨骨接头。在这次改进之后，发动机冷却效率也有所提高，但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发动机始终工作在允许温度的上限。直至1940年 FW-190 开始使用新型的14缸新冷气冷发动机 BMW-801 型，新型发动机直径与之前类似，但更长更重。在1941年的强化试验中，发现 BMW-801 发动机仍然有过热趋势，特别是后阻气缸。发动机在地面长时间低功率运行之后，当冷却空气减小到某个最小值时，就可能发生过热问题。此外，发动机自动控制组件、燃油和滑油导管系统、火花塞也都出现过故障，螺旋桨的故障就一直没断过。测试中发现，发动机罩的锁定结构脆弱，造成发动机罩在飞行中有自动打开的倾向，因此又进行了大量的改进，才最终服役。FW-190 战斗机产量约为 1.7 万架，在战争中，许多个人击落过100架或200架以上敌机的超级王牌飞行员使用的就是 FW-190， 其中拥有 A、D、F、G 等型号，主要用于与英国皇家空军进行空战及对地战术支援。其武器装备有2挺 MG-17 机枪、2挺 MG-131 机枪、2挺 MG-151 机炮、2门 MG-FF 机炮，以及挂载 MK-108、MK-103 等机炮。
FW190 两门 MG-FF 和两门 MG-151机炮，往往一个点射就能击毁 B-17，使得盟军不得不派出护航战斗机和加厚 B-17机腹的装甲。FW190 也为此增加了吊舱，以对抗盟军日益加强的战略轰炸。而面对盟军及苏联地面攻势的逼近， FW190 战斗机还采用过 Mk103 机炮吊舱。这种机炮背径长，使用穿甲弹可以击破坦克薄弱的车体顶甲。FW190 还可携带一枚250千克炸弹作为战斗轰炸机使用，在对敌坦克实施轰炸后迅速大角度爬升，再利用自身强大的火力与敌机交战。这种战术一般用于东线战场，使得苏联军队相当烦恼，也使得 FW190 有了屠夫之鸟的美誉。在 FW190 系列战斗机的众多型号中，其中有一种外观截然不同的型号特别引人注目。它拥有着加长的发动机整流罩和修长的机身，似乎是在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这就是最著名、最成功的 FW190D 型。由于这个新机型安装的发动机更长，所以机身长度相比 FW190A 增加了 1.52 米。加长后的发动机整流罩就像是一个长鼻子。FW190D 系列战斗机也就得了一个长鼻子多拉的昵称。该型机于1943年底服役，飞出了704千米每小时的瞬间高速度，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军 P-51野马匹敌的飞得最快的德国军用机。1941年8月，FW190 首次参战，是第一次令英国皇家空军感到棘手的战斗机，于是不得不搬出喷火式战斗机9型以加强对抗。在无数次阻击盟军大规模空袭编队的空战中， FW190 飞行员们采用了由马伊亚大卫首创的冒险战术，与敌机群同高度迎头接近，以尽量减少被击中的机会。在靠近目标时集中开火，然后大机动拉杆向上脱离。1943年8月17日下午，轰炸德国秀瓦因夫路特轴承工厂的美军229架 B-17轰炸机刚刚与护航的 P-47战斗机分手，就遭到200架 FW190 和100余架 BF109 的迎头拦截。FW190 首次发射了 WG-221 大型空对空火箭弹，顷刻间有数十架 B-17向大地坠落。这场由 FW190 唱主角的反空袭空战，使盟军轰炸机的战损率高达 20%， 竟迫使盟军对德国空袭暂停了1个月。事后，美国飞行员回忆说，这场截击空战规模之大，战术之狡诈，气氛之炽烈，都是空前的。1943年9月，由超级王牌哈哈尔曼少校设计的狂蛮战术开始配备 FW190 战斗机的第300、301和302飞行团所采纳。飞行员在地面管技站的无线电诱导下，利用探照灯协助照明，进行夜间空战，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家空军在用金属箔条做电子干扰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夜间空袭效果。1944年下半年，德军战斗机全被调回国内投入防守战。新型的 FW190D9 长鼻子和 BF109K 也被派往了前线作战。大本营组建了突击飞行队，企图孤注一掷，垂死抵抗。火力强、装甲厚的 FW190A8 狂飙箱战斗机被用于阻击前来空袭的盟军4发大型轰炸机。由于该改型机变得相当钝重，为避免遭盟军护航战斗机的反击，不得不再派出 BF109 实施掩护，于是出现了战斗机为战斗机护航的现象。1944年12月，希特勒纠集残兵败将，在阿登组织了最后的反击。650架 FW190、450架 BF109 和少量的 M1262 喷气式战机突袭了盟军20个前线机场，曾摧毁盟军地面飞机300余架，而自身损失不足 10%。二战中一名拥有极高声望的战斗机驾驶员艾瑞克·布朗，他当时保持着驾驶487种飞机的记录，以及驾驶战机在航母上着舰2400次世界飞行记录，也是唯一一名驾驶过纳粹德国4种喷气式战机的盟军飞行员。他在驾驶 FW190D9 战机后评价说，190D9 型战斗机是我驾驶过的最优秀的活塞引擎战斗机之一。这架德国战斗机和喷火、格鲁曼熊猫、霍克海怒、北美 P-51D 野马4种战机一起，我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5大活塞战斗机。尽管许多德国超级王牌更钟情于 BF109， 但无人能够否认福克沃尔夫公司的 FW190 是二战德国空军装备的最好的战斗机。
这种被称为屠夫之鸟的空战利器一经问世，立即被盟军视为最可怕的敌人，性能全面超越同期的英国战斗机，并迅速成为与 Bf-109并驾齐驱的主力型号。FW-190 可以说是德国战斗机设计史上的另类作品，采用空冷新型发动机，动力充沛，操纵灵敏，火力强劲，坚固可靠，而且与 Bf-109 一样拥有良好的通用性。无论是作为防空战斗机、夜间战斗机，还是充当战斗轰炸机、对地攻击机， FW-190 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在战争中后期的空中战斗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